生出来之后，我父母又没领我，他们就都跑了，完了就奶奶一个人养我，完了就这样，要饭，山东济南到处跑，就那坐拉煤的车，这浑身上下除了牙是白的，剩下的都黑的。也有父母就是走到那个地步去要饭的。没有父母他不要你咋整？就出去捡东西，爬墙头掉了，把腿就摔坏了，就瘫痪了1、2年。啊，你啊？嗯。完了后期的时候，到大庆石油总院一检查一化验，邻居们给凑的钱，完了，这化验说的来晚了，说的我是骨瘤，骨瘤晚期，癌症，反正就等死呗。哪有牙疼啊？打针打的这个头发都掉光，肚子都鼓的就跟皮球似的。就碰见一个好心的阿姨，跟我住一个病房。她说这小孩3天了，咋没有一个人来看他呢？完了，那护士说他也没有妈没有爹的，他是个孤儿，得的啥病啊？他说瘤子癌症。阿姨说怎么可能啊？这么点年龄能得癌症吗？不能。我一掀开被子一看，那肚子都烂了。阿姨又哭了。阿姨说这多受罪的，那个花多少钱这病咱得看，花多少钱治，我掏。他说你等着我啊，他走的时候给我扔500块钱。他说这我明天我就来，来给你弄送钱，咱手术。那第3天早上我睁眼一看，就那个阿姨，他说这个钱你不要害怕，这回咱有钱了。那要抱着钱，哎呀，当时呢，哎呀都不能提那个事儿。完了人就给弄找的专家，从哈尔滨找专家，又这啥的，搁大庆给我弄的，给我治开刀，说司马道活法医，就治不好，咱也对起这个孩子了，哎，就这割了一刀，就这一刀，割活了。完了都我来用呗。这后边长的这腹阔阔的，哎。苦也苦一辈子，我奶奶也苦一辈子。一辈子没想到。哪享福了呢？父亲跟母亲离开家早，3个姑姑那时候又穷。在我记忆当中就这一个，我小时候就我奶奶领的。就一个亲人。哦，就这一个是最疼我的，最关心我的。他还走了，走10多年了。哎，好了，奶，我得回家了，我回去了，你自己安息吧，啥也别想了，也不要操我的心。我得争气，我不会给你丢脸的。回家了，奶哈。你喝了茶了？不喝不喝，俺哪里都有水。可上家坐。不坐。刚刚那老太说啥？他说的，你整天就是这事儿，这一个村子里头，明天你都养吧，这些老年人。他说，他们心疼你，怕你花钱。就这一个村呢，基本上老年人都吃过我的东西，都花过我的钱。合肥做生意的时候会回来吗？1年得回来个10趟20趟。那时候有车，开车就回来了。来，听说村里哪个老年人有病了，都回来看看。你那时候有车？哦。那后来车呢？卖了。他们知道你现在状况也不好。俺们村子里头都老邻旧居的，你说谁不知道？后来破产的时候是什么时候？ 5年多了。我这个呢，啥没有，就一个人。你最好的时候有几个宾馆？仨，一天要1.8块钱吧，00年的时候。后来开大宾馆开大了，在合肥的芜湖路、淮河路都有宾馆。那宾馆里头天天住的流浪人都满满的，那合肥人都知道，后面救助站都不管的那样的，他瘫的不能护理的，找不着主的，他伺候不了，他都送我那儿，因为我都知道我是搁合肥都是老好人，人家都说那是救助站、收容所，正常人谁还去住？你说影不影响生意？那买那酸奶，你没事你管喝点。因为我年纪大了，喝点酸奶好。也可怜，
年纪大了，80多了，没有人。我这三叔才去世，我刚给他发从地里头，没有几天。是他什么人？他儿子，儿媳呢？没结过婚一辈子，52岁，没人管。哎，你小时候就认识他吗？俺家就在这后院，俺老宅在后院，邻居，都是老邻居。很多人都说你为什么老回村呢？看见自己的亲人也都没了，看这些爷爷奶奶都跟自己爷爷奶奶有啥区别呀？都是老邻居，再过几年你想见这些人都见不着了，就没了，都去世都走了。哎呀，有没有人说过你过度了？我觉得我应该这么做。其实我的想法就是与别人分享，因为我的命都是别人分享给我的。你说人活着，究竟为了什么呢？什么样的活法不都是个活吗？非得大富大贵吗？非得像陈光明那啥趁这几百几千个亿？穷富都是一样活。从内心来讲，我认为一点是人生最大的债务就是受恩。说这个人得有个感恩的心。你一个年纪轻轻，如果这个心你都没有，你枉为人来到世界上一回。所以我这么多年做这么多，我都认为我做的不够，我都尽我的最大的这个能力，也就算回报当年大庆油田那一帮恩人们对我的关怀和付出。后来闹了整容风波是怎么回事？整容不就查出病来了吗？身体不好，后来就是免疫系统障碍，就是造血功能出现了问题，一直靠服药。那时候特别厉害，就24小时得有16个小时在吊水，都不能拿掉水，拿掉水都高烧不退，身上溃烂。老父亲呢失踪那么多年，又联系上说的被逮捕搁监狱了，几件事都搁在一起，崩溃。哎，就是受不了那种压力，就心里头就是不想活了，就活够了，活够了就是自己追求自己的想法。我的心愿就想我把自己整的更胖一点，更像雷锋一点，是我临终之前的一个。哦，你打算临终之前？就对，就整完容之后我都想就自杀了。完了，这整完弄完之后了，几天我回家了之后，这新闻就出来了，控制不住，人红是非多，你知道那压力特别大，你知道那时候根本都不想活，那时候俺们邻居亲友朋友都去看着我搁河北，怕我自杀，你知道吧？我都躲在宾馆里不出来。你那时候可以出来解释。对，那时候你解释不明白，你一张嘴你说不过人家。我跟你说的，张欣彤，你为什么会整容？我说我整容，我并不是整容，我整心。其实吧，我觉得人吧，这些年轻人啊，青年一代都应该整。我们是从里到外，从头到尾的整。好了，第二天新闻啪嚓出来了，说张欣彤建议全国人民都整成雷锋。你还解释吧？你越解释越混，不能接受采访，不能解释了，解释不了了。后来就乱七八糟，给你铺天盖地写啥都有，他都没采访过你，他不能给你弄一大片。就即使我整容有错，那是我个人的自由。那整容还非得说要我定型整成谁不？是不是？你看现在一些年轻人，就我整成这个韩国的欧巴呀，明天我整那个明星啊，人家这没有人说，都正常了，反而正常了。像我是个脑残了，不正常了。那我非得跟他们一样吗？他们追他们的星，我追我的星。我的星是什么呀？我的星是雷锋，我的星就是好人。东北人都活雷锋，我就崇拜这些活雷锋。从内心我这一辈子忘不了这些活雷锋。但我并不是因为追星而去整容，我是因为我对生活失去信心，对自己这么些年受那么多苦，受那么多的磨难，我都没有打垮我的内心。就从老父亲被逮捕进狱，扣上杀人犯的帽子之后，我内心就彻底崩溃，接受不了这个事实。你这跟弄乱七八糟，有时候跟你商业炒作，跟你商业合作呀，张艺都出名了，火了，走穴呀，各种商演呀，这些年从整容风波，你们可以网上看上我的新闻，走一走，看看有没有一家，跟哪一家企业有没有捆绑过，说去商演过，接过什么东西，有没有过一次？压根咱不是出发点，不是那样的，目的也不是那样。
所以就从那整容之后，你看淡出这个东西，不接人太棒了。我也不是猴子，我也不能在这扭搁桌面拿着刷子玩了。不是我炒作，是媒体炒我。现在是低保户是吧？低保。创业那会儿到现在低保这会儿也有落差吗？没有啥落差，有钱不一定幸福，这个没钱也不一定就苦恼。人看开一点，人干活都是一辈子，人生就这样，起起落落才是人生，一帆风顺就不叫人生。